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希望你们这次过新年都好，都很顺利。其实我自己只有写春条，没有吃台湾东西，但是没关系。现在计划就是下个月要回台湾了，因为我快要回台湾，我已经开始想到我要去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，我其实很期待。我最想念的是鲑鱼，因为其实这边鲑鱼也买得到，但是没有很新鲜，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内地一点，所以回台湾之后一定会吃，因为台湾的海鲜真的很新鲜。那我另一个目的是我今年希望可以多交一些台湾朋友，因为其实现在我用中文聊天的机会不多，所以我想交一些会跟我用中文聊天的朋友。但是我每次认识新的台湾人，他们听到我讲中文，他们都会问我一样的问题。所以这次拍影片，我想介绍给大家我最常被问的10个问题。其实可能之后台湾人问我一样的问题，我就给他们看这部影片，我不用自己一直回答一样的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会写字吗？台湾人听到我说中文之后，他们一定会问我会不会写字。那其实大部分我中文是在台湾念大学时候学的，因为我主修华语系，我们也有听写考试，也要自己写报告，其实也有一个读写课。而且我本来想学中文的一个原因是我喜欢书法，所以我一开始学中文也是练习书法。像我今年写的春条没有很漂亮，这是因为我很久没有练习，但是之前我在台湾也上过一个书法课。那他们发现我会写字之后，他们会问我会不会注音。那注音或者 //， 我觉得99%学中文的外国人不会学，因为现在英文是世界上最常学的外来语，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跟罗马字母有一点熟悉，因此他们就会用罗马拼音，这样他们不用学新的符号。汉字已经很多，所以为什么要多写几个符号？很多台湾人会跟我说，学注音会让我发音好一点，但是听到这句话会有2个问题。第一个是我发音不好吗？我以为还不错。第二个问题是，那中国人的发音不好吗？因为他们也是用罗马拼音的。好，那第3个问题，是我为什么姓曹？我上班的时候我会戴一个安全帽，安全帽上会写我中文名字，所以我上班的时候认识新的台湾人，他们都会问我你为什么姓曹？大部分美国人取中文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用他们英文的姓开头的字母，找一个最接近的中文姓。其实我上次拍我说中文的影片也解释过，但是我简单说一下。我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收养的弟弟，中国大陆政府给他的名字是曹福九，所以我取中文名字就用他的姓。我全中文名字叫曹美生，我英文名字叫 Mason， 所以美生就是翻那个发音。好，第4个问题，中文很难学吗？台湾人从小就会开始学英文，所以他们也觉得英文很难学。其实我也觉得英文很难学，英文很复杂，这是因为英文其实是3个语言合在一起变成新的语言，但是中文其实没有很难。说实话，中文只有2个比较难的部分。第一个是声调，因为英文没有声调，所以一开始就比较难习惯。第2个是汉字，但是汉字其实也没有很难，就是要背很多。汉字的这个概念没有很难懂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发音一个意思，但是因为是这个概念要背很多字。其实中文也有一些字的发音比较难说，对美国人来说，比如说有绿或者诗之吃那个日的发音，美国人应该会觉得有点难。跟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我自己开始学中文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喜欢书法，我已经喜欢汉字，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背汉字好玩。所以其实中文没有很难学，只是要背很多。那第5个问题是我为什么开始学中文？这个问题在另一个影片我已经回答过了，没看过的话，我推荐你们回去看那部影片。但是我现在简单说一下，我有一个弟弟从中国大陆收养的，那时候父母要收养他的时候，他们带我跟他们一起去，到中国之后就爱上了东方的文化，觉得汉字很有意思，他们的建筑都很古老，很有趣。就是一个文化很丰富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回去之后，我开始自学，然后后来搬到台湾念大学。那第6个问题是跟刚刚有关，我为什么选台湾？很多台湾人会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中国大陆学中文。很多美国人不是这样的吗？
也没错，很多美国人会去中国大陆学中文，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因，为什么选台湾？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已经有一个住在台湾的朋友，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。因为我喜欢书法，所以我想学繁体字。我觉得台湾是最好学繁体字的地方。第三个原因是我很喜欢看 YouTube，跟朋友们线上玩游戏，用西方的媒体。然后如果我在中国大陆没有 VPN 的话，就做不到，或者会很慢。第四个原因是，我觉得台湾的气候比较适合我，我喜欢热天气，我喜欢海边。虽然很潮湿，但是这个我受得了。然后第五个原因是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没有很好，我怕我去中国大陆说我是美国人会有什么问题。我也觉得台湾人比较欢迎外国人。好，第七个问题是我在台湾多久了？我2017年去台湾3个月，在逢甲大学学中文，然后2019年搬回台湾开始念大学，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台湾多6、7个月，所以总共在台湾快5年，但是我快要回去了，所以会久一点。那第8个问题是我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？其实因为我2019年搬回台湾念大学，搬去台湾之后很快就有疫情了，所以没有很多机会去旅游，而且我还是学生，我下课之后也要上班，所以没有很多机会旅游。我其实希望如果明年有时间也有钱，我可以环岛一次，我没有环岛过。那我还是有我自己喜欢的地方，我很喜欢日月潭，我去过3、4次。我喜欢那个基隆附近的白沙湾，那是我最爱的海边。然后在双北内的话，我喜欢绕河夜市、中山区、信义区、永和区的乐华夜市、大安森林公园这些地方。应该有其他的，但是这是我现在想到的。好，第9个问题是我会台语吗？其实我在台北不常被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台北人也其实不太会台语。其实除了国语之外，其他的方言我都不会。我上过一个台语课，但是我差不多都忘记了。我还记得一些简单日常用语跟脏话，我知道拍谁、感谢、厉害这样。如果之后我决定我要住在台湾久一点，我可能会学多一点台语。那我今天最后谈的问题是第10个问题。第10个问题是我多久一次回美国？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回答，因为对我在台湾的时候有疫情，所以回国比较麻烦。回台湾的时候要隔离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最长没有回美国的时候是1年半，可能快2年。有点忘记，但是钱跟可不可以放假，这个都会影响到可不可以回美国。而且因为我住在美国东岸边，那个距离超远。这次回台湾之后，我希望可以继续每1年或每2年一次回美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以上就是我最常被台湾人问的10个问题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我这次拍影片没有谈到你们希望我谈到的一个问题，麻烦你们留言一下，我下次拍这样的影片可以说明。如果想多听我说中文的话，请按赞，请按订阅。我以后希望可以多拍一些讲中文的，而且我回台湾之后也会拍我在台湾旅游的影片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